10月17号，新任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时表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第33或第34个成员国。仅仅1个星期之后，北约的2个成员国德国和斯洛伐克首脑会晤时，却明确表达了对乌加入北约的反对。德国为什么要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到底该如何加入北约？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一聊这个问题。想要解释德国为什么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就不可避免的要聊到德国和俄罗斯的复杂关系。从1955年西德成为北约成员国之后，德国就成为了西方对抗苏联的桥头堡。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德国最大的威胁消失了。远在东欧的俄罗斯是那样的羸弱不堪，寡头们纷纷蚕食帝国的遗体，变卖国家资产。再加上众多前华约成员在1999到2004年加入北约，俄罗斯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对德国产生军事威胁的能力了。而在这几年里，德国凭借优秀的科技，国力迅速上涨，同时工业的自动化进程使德国摆脱了劳动力的限制，成为欧洲工业的心脏。然而，工业的发展可以摆脱劳动力，却无法摆脱资源限制，尤其是天然气这种资源。德国更加缺乏，恰巧此时的俄罗斯不仅有大量资源，价格又十分便宜，再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时所表现的亲西方态度，让德国和俄罗斯开始加深合作，两者成为战略伙伴关系。2007年，时任德国外长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叙述俄德关系时用了相互依存这一词儿。他认为通过利益来捆绑俄德两国，能让欧洲迎来长久的和平。在工作文件中也提到，两国应该建立不可逆转的经济关系，来实现相互依存的目标。这一概念至今仍然在对德国产生影响。同时，反战一直是德国的政治正确。连续发动2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耻辱，德国民众一直都处在对战争的反思当中，甚至有些矫枉过正。这使得无论哪一任德国政府都在避免德国被卷入战争，或者是让其他国家认为德国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德国梦想中可以相互依存的俄罗斯却没有那么多包袱。2014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德国虽然同意了欧盟对俄的经济制裁，但德国政府仅仅对一些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制裁，双方依旧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在2009年，德国联邦政府下属的安全政策培训中心联邦安全政策学院出版了一篇公开论文，表示为西方媒体长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妖魔化报道而进行道歉。这篇论文现在仍挂在其官网，被视为德国对俄罗斯绥靖政策的标志。之后，虽然德国和俄罗斯爆发了多次外交摩擦，但两国最重要的经济交流仍未中断，包括现在俄罗斯的天然气仍在通过乌克兰运送到德国。通过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其实德国所考虑的非常简单，可以简化为以下2条原则：首先是确保德国国家和国民的发展和利益；其次，在不违反第1条的情况下，避免德国被卷入任何战争。让我们回到现在，尝试带入德国人的视角。乌克兰虽然遭受俄罗斯的入侵，德国当然要反对了。因此，德国是欧洲对乌军援价值最多的国家，但要德国出兵帮助乌克兰反攻进入俄罗斯，甚至出兵乌克兰，不好意思，这违反了德国的原则。德国的反战呢，只限于终止乌克兰的战争。如果帮助乌克兰反攻回俄罗斯，那是在推动另一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始终拒绝可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金牛座导弹。而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德国的考虑与其类似。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领土上一旦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那么根据北约的集体防卫原则，即对某一成员国的战争被视为对北约全体成员国的战争，德国会立刻卷入对俄罗斯的战争之中。无论这场战争因何而起，是什么结果，这都是在揭德国的历史伤疤，这是德国必须要避免的。而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德国依旧可以一边保持和俄罗斯的关系，一边帮助乌克兰抵抗侵略，满足其国内关于反对战争的政治正确。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在对乌军援方面十分积极，却在乌克兰加入北约时态度截然相反。那有的观众就会问了，
难道就不能绕过德国，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吗？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得先搞明白什么是北约，它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或者 NATO， 是一个以集体防御为宗旨的国际军事联盟，成立于1949年，主要目的是保护成员国安全，抵御外部威胁，尤其是在冷战时期防范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北约目前有31个成员国，主要由北美和欧洲国家组成。这个组织的诞生反映了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塑，以及西方国家在面对潜在威胁时，通过集体防御来保持安全与稳定的需要。北约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它在国际政治、外交乃至经济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约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而且多层次化，以确保其高效运作。北约的决策呢，主要是由北大西洋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是北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每个成员国在其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理事会的会议定期举行，成员国的外交部长、防长或者国家元首可以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必须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任何成员国都有权否决某一项提案。这种共识机制使得北约的决策过程非常谨慎而且复杂。在军事方面，北约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结构，统筹来自不同国家的军事力量。最高军事指挥官通常是由美国将领担任，指挥北约的军事行动。这一安排反映了美国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也体现了欧洲各国对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依赖。现任北约军事指挥官是美国陆军4星上将卡沃利，他曾参与过阿富汗战争，并前后担任过陆军第1装甲师和第25步兵师的指挥官。北约的指挥体系具有高度的协调性，这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军队能够在联合行动中紧密配合，实现高效的战斗力。北约最有趣的特点之一呢，是大兵之前提到过的其集体防御原则，这是北约运作的核心理念之一。根据北约条约第5条的规定，对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意味着，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其他成员国有义务进行集体防卫。这种承诺不仅增强了成员国的安全感，也提高了北约作为一个军事联盟的威慑力。从冷战结束后，北约不断地吸纳东欧国家加入，这既是对这些国家寻求西方安全保护的回应，也是北约扩大其在欧洲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然而，北约的扩展也导致了与俄罗斯的关系紧张，特别像是波兰、波罗的海3国这样的前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加入北约，这被俄罗斯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理论上，乌克兰无法绕过德国加入北约，因为北约的决策机制要求所有现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新成员的加入。这种共识机制意味着，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新成员的加入申请就无法获得批准。因此，绕过德国的反对是非常困难的。除非北约对其决策机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允许部分成员国在特定情况下做出决定。然而，这种改革不仅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的同意，还可能削弱北约的整体凝聚力和决策的合法性，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德国退出北约，这样就不存在德国的反对问题了。然而，这种情形呢，在现实中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德国是北约的重要成员国之一，其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得德国在北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德国退出北约不仅会削弱北约在欧洲的防御能力，也会动摇欧洲安全架构的稳定性，因此这并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尽管乌克兰直接加入北约面临着重重阻力，但并非完全没有其他途径来增强其安全保障。首先，北约和乌克兰可以通过深化伙伴关系来提升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北约已经与乌克兰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军事训练、装备援助和信息共享来支持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虽然这种合作不等同于正式的北约成员身份，但可以有效地提高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此外，一些北约成员国可以单独地与乌克兰签署双边安全协议，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这种做法虽然无法取代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安全支持。美国和英国等国已经通过不同形式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
这显示出个别北约国家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积极态度。北约目前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如何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应对内部成员国间的分歧，以及适应新型安全威胁。尽管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对成员国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内部的不一致也显示出北约在决策和行动上的局限性。北约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其能否在内部保持团结，并在外部挑战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防御和威慑作用。在应对俄罗斯的战略上，北约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既能维护成员国的安全，又能避免与俄罗斯的全面对抗。而在应对新成员的加入问题上，北约也需要在扩展自身影响力与维持现有成员国间的共识之间找到平衡。虽然从目前情况来看，乌克兰加入北约较为困难，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加入北约之前呢，也面临过和乌克兰同样的困境。也许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灵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内战。内战结束后，波黑开始追求加入北约，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稳定。然而，波黑内部的政治局势极为复杂。由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波什尼亚族组成的国家管理机构存在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塞族共和国对加入北约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会激怒塞尔维亚和其背后的俄罗斯。尽管波黑在2006年加入了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在2010年获得了北约成员行动计划，但内部的政治分歧始终阻碍着其加入进程。波黑政府无法就许多关键问题达成一致，特别是如何实现军事力量的统一管理。这些分歧让波黑的北约梦想遥不可及。2021年，北约对波黑的合作再次得到重申，但要成为正式成员国，波黑仍需要解决内部的分歧，尤其是让塞族领导人改变反对北约的立场。波黑的故事告诉我们，国家内部的团结是加入北约的重要前提，而内部政治分裂则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加入北约之路充满了曲折和戏剧性。在冷战结束后，马其顿脱离前南斯拉夫独立，随后便向北约靠拢。然而，马其顿在加入北约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特殊的障碍，与希腊的国名争议。希腊反对马其顿以马其顿共和国之名加入北约，因为希腊北部也有一个同名的地区。希腊政府认为马其顿的国名暗示着对其领土的潜在要求，这使得希腊在北约内部投票反对马其顿的加入。双方的争议持续了多年，导致马其顿的北约之路一再搁置。直到2018年，马其顿与希腊终于达成了历史性的普雷斯帕协议，马其顿同意将国名改为北马其顿共和国，以此换取希腊对其加入北约的支持。最终，北马其顿在2020年正式成为北约的第30个成员国。黑山是另一个成功加入北约的前南斯拉夫国家。作为一个面积和人口都较小的国家，黑山在2006年才正式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独立之后，黑山政府选择坚定地向西方靠拢，并在2017年成功加入北约。然而，黑山的加入并非没有阻力。俄罗斯对黑山加入北约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止这一进程。2016年，黑山政府声称挫败了一起由俄罗斯支持的政变企图。这场政变的目的就是推翻亲西方的政府，以阻止黑山加入北约。尽管面临巨大压力，黑山政府最终坚持自己的决定，并成功加入北约。摩尔多瓦是另一个与乌克兰处境相似的国家。地理位置上位于乌克兰与罗马尼亚之间，摩尔多瓦自从独立以来，始终在东西方势力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呢，摩尔多瓦希望与欧盟和北约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以获得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摩尔多瓦国内的亲俄势力以及俄罗斯对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控制，使得他在外交政策上非常谨慎。摩尔多瓦政府曾多次表示希望与北约合作，但在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做出明确承诺。俄罗斯在摩尔多瓦的影响力非常深远，特别是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这一地区的分裂问题使得摩尔多瓦难以满足北约对成员国的稳定性要求。长期以来，瑞典和芬兰一直保持着中立的立场，既不加入北约，也不和任何军事同盟结盟。
然而，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彻底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安全考量。瑞典和芬兰开始重新评估其安全政策，并迅速申请加入北约。与其他国家不同，瑞典和芬兰在申请加入北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遭到内部反对或者外部干预。两国政治体系稳定，军队也具备较高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土耳其对瑞典的反对一度成为焦点。土耳其认为，瑞典要寻求加入北约，就必须停止支持某党派，驱逐其所有成员，并停止对其任何支持。为了加入北约，瑞典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土耳其提出了近10日，只要有一条没有被满足，就不会启动议会批准程序。刚开始，瑞典政府曾强硬表示不会答应土耳其的所有要求，但迫于土耳其的立场，瑞典最终按照备忘录的要求逐步落实。今年1月，瑞典表示已经满足了土耳其的条件，但土耳其并不认同这些举措，并继续拖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进程。这一拖延政策呢，也激怒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北约盟国。此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首次将瑞典的加入同土耳其加入欧盟联系起来，表示土耳其可以同意瑞典加入北约，但前提是欧盟必须重启土耳其入盟的进程。埃尔多安提出这一交易建议，希望借此机会扫清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障碍。对此，欧盟方面则表示，北约和欧盟的扩展是不同的进程，不应该被相互挂钩。在这一背景下呢，土耳其的立场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2023年7月，土耳其同意将瑞典加入北约的表决事宜交由议会审议。据分析，土耳其的转变和美国的军售交易有关。埃尔多安此前一直希望获得美国的 F-16战机，而在美国表示支持土耳其推进军备现代化后，土耳其是终于松口，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美国同意向土耳其出售40架新型 F-16，并提供维护设备。这一决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的投桃报李。从波黑到北马其顿，从黑山到摩尔多瓦，再到瑞典和芬兰，这些国家在寻求加入北约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独特挑战。有些国家因为内部的政治分裂而无法前进，有些呢则因为历史遗留的争议和外部的强大压力而遭遇挫折。然而，这些故事都展现出一个共同的主题：加入北约不仅仅是安全上的考量，更是国家主权、外交智慧以及内部团结的综合考量。北约的扩展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国家的加入背后都有着一段充满波折与挑战的历程。对于乌克兰来说，当前的处境虽然艰难，但其他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无疑为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乌克兰能否实现加入北约的梦想，取决于内部的团结、外部的支持，以及如何在大国博弈中找到生存与发展的平衡。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